各位啪啪照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要带大家来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北投公园。今天拍完之后回来发现，原来我们在西元1987年1月10日，曾经一起来过北投的地热谷拍下了这张照片。算一算时间，已经是35年前了。那时候的我年纪还太小，对于当年的记忆已经完全没有了，只剩下这张珍贵的照片。照片中的阿姨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我们依旧怀念着她。我跟我姐、我表哥，我们3个依旧是感情最好的，只是现在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生活，真的很难再相聚在一起了。所以如果有空档，还是会出来小聚一下的。今天我一样从板桥出发，这几天都是阴雨绵绵的，但是好不容易约到了时间，下再大的雨也是要出发的。今天Jaco带了一只小孩出门，所以他就不热血骑机车出门了。我还是一样热血骑着机车出门。我们今天预计是要到北投公园这边逛逛，我们3个男生就没有泡汤的行程了哦。最近在 YouTube 上看到好多泡汤的影片，而且都是女生穿得非常清凉的影片，这类型的频道点阅率都飙升得好快。不像我的频道点阅率都是很惨淡的。废话不要多说了，我来说一下今天走的路线。我出发的地点是板桥火车站，然后接着文化路往台北的方向上华江桥，下华江桥之后左转进水门走机车专用道。这边要提醒一下开车人，千万不要走我走的路线，经常在这边看到车子误闯机车专用道，开车的人就一直沿着黄河快速道路走，一直往士林北投的方向就可以了，然后走到承德路再接大业路就可以到了。如果是想坐捷运的，可以坐到新北投站，这里的交通非常的方便。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我的片头都要放一些这么无聊的街景？一般来说，很少人会记录到目的地的这个过程。我的想法是，这些街景也许在未来的10年、20年之后，看起来会变得很有趣。当自己年纪越来越大时，常会说到这里以前是怎么样又怎么样。也许现在看起来就是行车记录器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是记录着我的回忆。我们约好的地点是北投公园。今天的想法是徒步绕一下北投公园到地热谷这范围内的景点。对于这里我最有印象的是北投图书馆。北投图书馆于2006年年底启用，是台湾第一座绿建筑图书馆。北投图书馆建造的材料大部分使用的是木材与钢材，屋顶也有设置太阳能光电板，还有设置雨水回收槽，进行雨水再利用。北投图书馆获得非常多的奖项，可以说是绿建筑的一个典范。我觉得这里最棒的是在2006年的时候已经有考虑到生态的这个问题。当年的那个时空背景下，生物多样性这个议题都没有得到重视，当时大部分的建设都没有考虑到这些可怜的生物，所以规划这里的团队真的非常的棒。北投图书馆于2012年还被评选为全球最美25座公立图书馆之一。北投图书馆外有一条小溪叫北投溪，北投溪的源头是来自于地热谷。北投溪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北投溪蕴藏着一种矿物叫做北投石，这是全世界4000多种矿物唯一一个用台湾地名取得矿物。北投石目前已知的产地仅有台湾、日本与俄罗斯，是非常稀有的放射性温泉矿物。北投石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北投石其实蕴藏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矿物质，叫做镭，这是一种放射性物质，目前这种放射性物质运用在生活上并不多。就在2021年的新闻上看到有人去盗采北投石，那些小偷还自备辐射探测器。在这边呼吁大家不要再去盗采那些有放射性物质的石头了。北投石的生成方式很像钟乳石，一年约仅能沉淀0.5到1毫米左右，而沉淀的环境和水质、水温、河域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性，所以这些因素导致了这些本来就稀少的矿物更难生成。北投溪于2013年4月8日被指定为北投石自然保留区，来保护这些稀有的矿物。如果大家想看看北投石的庐山真面目，目前可以到北投温泉博物馆内看到一颗重达800公斤的母岩。这次因为博物馆人潮众多，我们今天也没有带大家进去博物馆内观看了。我会把北投博物馆的连结放在说明栏内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先去看看网站的介绍。
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北投公园露天温泉，这里的温泉于1999年开放使用，时为千禧年，故称千禧汤。里面共有6座大众池，6座浴池温度都不一样。各地汤客皆慕名其青黄泉，且收费平价而来。目前的价格，全票是60元，而优待票是30元。青黄泉俗称美人汤，水色呈黄白色，据说可以改善肌肉酸痛及慢性皮肤病。全世界只有北投和日本玉川有此泉水，所以这里的人潮也较多。如果不喜欢太挤的人是不太推荐的。露天温泉隔壁有一间古老的日式建筑，名称叫梅亭，是北投一栋日式宅邸，建于日治时期1930年代末期的高级民宅。我看了一下资料，是说有名人住过，不过这都没有得到证实，所以就单纯的来这边看看古老的日式建筑。有时候自己会觉得有些东西了解这么多做什么？也许静静的欣赏才能发现隐藏在其中的秘密。大家来到这边可以沿着北投溪旁的木栈道步行，沿途可以听听溪水的声音，放松一下。部分的步道还有树荫遮蔽，所以一整路都非常的舒服。还有路边的设施都有一些小巧思，像是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地上的排水孔，做了一个螺旋形状的排水孔，这样子看起来蛮有特色的。这里附近有个地方可以下溪床边，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下去踩水，因为这附近的温泉池会将水排入溪中，大家不希望踩的是别人的洗澡水吧。走着走着又绕回北投温泉博物馆附近了，那我们就绕着北投温泉博物馆外面走走。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些老建筑，红砖砌成的墙壁与木框的窗户，如果可以坐在里面喝杯咖啡或一杯茶，那这样子就更完美了。但是这只能想想，北投温泉博物馆内是不能饮食的哦。那我来介绍一下北投温泉博物馆的历史演变。北投温泉博物馆前身为北投公共浴场，由日治时期的台北厅长井村大吉下令策划，总督府建筑设计师深山松之助建造，完工于1913年大正2年6月17日，为和风折中风格的双层建筑，为当时东亚最大的温泉公共浴场。1楼浴池区为砖造，2楼休憩区为木造。入口处于2楼，也是现在博物馆的入口。于2次世界大战后一直荒废至1994年。一群北投国小师生在乡土校外教学的过程中，发现形同废墟的北投公共浴场，为保存古迹及空间再利用。这群孩子与社区居民及文史工作者一同发起联署陈情书，希望保留浴场。北投公共浴场终于在1997年经内政部公告为3级古迹。1998年10月31日，在地方热心居民与台北市政府的斥资整修下，以北投温泉博物馆之名正式重新开始启用。这就是北投温泉博物馆所经历的变化。这是一栋见证历史的房子，现在这栋房子担任其保存北投的历史回忆，让这回忆能继续传承给予下一代。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是地热谷。地热谷是一处流气及温泉的出口，当地人又称黄水头或鬼湖，因常年蒸汽弥漫，热气腾腾，使人联想成恐怖的地狱。地热谷的泉水属于酸性硫磺泉，水温高达摄氏90度，水质清澈且微绿似玉的色泽，俗称青黄泉。我对这边最有印象的是这边可以煮温泉蛋，但是这边早年意外频传，所以台北市政府在1993年就围起围栏，不再让人进入煮温泉蛋。我们今天到这边的时候又开始在修整了，看起来之后会有步道环绕整个地热谷，所以有兴趣的人不要错过这边哦。在影片的最后，家口有一段话想对他的妈妈说：照片中的我已长大，但照片中的你却已不在了。那个曾经让你整夜彻夜难眠又担心的孩子，现在已结婚生子，变成大人了。我现在很好，妈妈，你不用担心，
希望下辈子可以再当你的儿子，好好的报答你。我最亲爱的妈妈。这世界最美好的事物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希望大家也可以好好珍惜身边的人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忙按赞，还有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与家人，告诉他们在你心中他们是最珍贵的。